柳林风声第1章河岸上半部分。整个上午，鼹鼠都在勤奋地干活，为他小小的家屋做春季大扫除。先用扫帚扫，再用掸子掸，然后登上梯子、椅子什么的，拿着刷子，提着灰浆桶刷墙，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，迷了眼，浑身乌黑的毛皮溅满了白灰浆，腰也酸了，背也痛了。春天的气息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拂，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，在他周围飘荡。春天那奇妙的追求、渴望的精神，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。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下一扔，嚷道：烦死了，去他的，什么春季大扫除，见他的鬼去吧。连大衣也没顾上穿，鼹鼠就冲出家门了。上面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召唤他，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。这地道直通地面的碎石子大车道，而那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。鼹鼠又掏又挠，又爬又挤，又挤又爬，又挠又掏，小爪子忙个不停，嘴里还不住地念念叨叨：咱们上去喽，咱们上去喽。末了，噗的一声，他的鼻尖钻出了地面，伸到了阳光里，跟着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滚来。太棒了，他自言自语说，可比刷墙有意思。太阳晒在他的毛皮上，暖烘烘的，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。在洞穴里蛰居了这么久，听觉都变得迟钝了，连鸟儿欢快的鸣唱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样。生活的欢乐，春天的愉悦，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，他乐得纵身一跳，腾起4脚向前飞跑，横穿草坪，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。站住！篱笆豁口处，一只老兔子喝道：通过私人道路得交6便士。鼹鼠很不耐烦，态度傲慢，根本没把老兔子放在眼里，一时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鼹鼠顺着篱笆一溜小跑，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兔子。那些兔子一个个从洞口探头窥看，想知道外面到底吵些什么。蠢货，蠢货！鼹鼠嘲笑着说。不等那些兔子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，他就一溜烟儿地跑得没影儿了。这一来，兔子们七嘴八舌，互相埋怨起来。瞧你多蠢，干嘛不对他说？哼，那你干嘛不说？你该警告他，你为什么没有警告他呢？诸如此类，照例总是这一套。当然喽，照例总是太晚了。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好得简直不像真的。他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，沿着矮树篱，穿过灌木丛，匆匆地游逛，处处都看到鸟儿做窝筑巢，花儿含苞待放，叶儿挤挤攘攘，万物都显得快乐、忙碌、奋进。他听不到良心在他的耳朵边嘀咕着：刷墙，刷墙！只觉得在一大群忙忙碌碌的公民当中，做一只唯一的懒狗是多么的惬意。
看来过休假日最舒心的方面，还不是自己得到休息，而是看到别人都在忙着干活。鼹鼠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忽然来到一条水流丰盈的大河边，他觉得真是快乐绝顶了。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条河呢。这条河就像一只光光滑滑、弯弯延延、身躯庞大的动物，不停地追逐，轻轻地欢笑。它每抓住什么就咯咯低笑，把它们扔掉时又哈哈大笑，转过来又扑向新的玩伴。它浑身颤动，金光闪闪，沸沸扬扬，吐着漩涡，冒着泡沫，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。这景象简直把鼹鼠看呆了，他心驰神迷，像着了魔似的。他沿着河边迈着小碎步跑，像个小娃娃紧跟在大人的身边，听大人讲惊险故事，听得入了迷似的。他终于跑累了，在岸边坐了下来，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他娓娓而谈。他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深处，一路讲下去，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。鼹鼠坐在草地上，朝着河那边张望时，忽见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，恰好在水面上边。他梦悠悠地想，要是一只动物要求不过高，只想有一处小巧玲珑的河边住宅，涨潮时淹不着，又远离尘嚣，那么眼前这个住所倒是蛮舒适的。他正呆呆地凝望，忽然觉得那洞口的中央有个亮晶晶的小东西一闪，忽隐忽现，像一颗小星星。不过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，肯定不会是星星。要说是萤火虫嘛，又显得太亮，也太小。望着望着，那个亮东西竟冲他眨巴了一下，可见那是一只眼睛。接着围着那只眼睛渐渐地显出一张小脸，恰似一幅画嵌在画框里。一张棕色的小脸，腮边有2撇胡须，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就是一开始引起鼹鼠注意的那种光。一对精巧的小耳朵，一头丝一般浓密的毛发。啊哈，那是河鼠。随后这2只动物隔着河面对面地站着，谨慎地互相打量。喂，鼹鼠！河鼠招呼道。嗨，河鼠！鼹鼠答道。你愿意过这边来吗？河鼠问。说倒容易。鼹鼠没好气地说，因为他是初次见识一条河，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。河鼠二话没说，弯腰解开一条绳子，拽拢来，然后轻轻地跨进鼹鼠原先并没有注意到的一只小船。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，里面漆成白色。鼹鼠的心一下子就飞到了小船上，虽然他还不大明白那小船的用场。河鼠干练地把船划到对岸，停稳了。他伸出一只前爪，搀着鼹鼠小心翼翼地走下来。扶好了，河鼠说，现在轻轻地跨进来。
于是鼹鼠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坐进了一只真正的小船的尾端。今天真是太美了，鼹鼠说。这时河鼠正把船撑离岸边，拿起双桨。你知道吗，河鼠，我这辈子还从没有坐过船呢。什么？河鼠张大嘴巴惊异地喊道：从没有坐过？你是说你从没有？哎呀呀，那你都干什么来着？我说，河鼠，坐船真那么美吗？鼹鼠有点不好意思地问。其实在他斜倚着座位，仔细打量着坐垫、桨片、桨架以及所有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设备，感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的时候，他就相信这一点了。美？告诉你吧，坐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事。河鼠俯身划起桨来。请相信我，年轻的朋友，世界上再也没有，绝对没有比乘船游逛更有意思的事了。什么也不干，只是游逛。河鼠梦一般的喃喃说：坐在船上到处游逛，游逛。当心前面，河鼠！鼹鼠忽地惊叫一声，太迟了，小船一头撞到了岸边。那个梦悠悠、美滋滋的舟子河鼠四脚朝天跌倒在船底。坐在船上，或者跟着船到处游逛。河鼠开怀大笑，一咕噜爬起来，若无其事地说下去。待在船上，或者待在船外，这都无所谓，好像什么都无所谓。这就是它叫人着迷的地方。不管你上哪儿，或者不上哪儿，不管你到达目的地，还是到达另一个地方，还是不到什么地方，你总在忙着，可又没专门干什么特别的事。这件事干完，又有别的事在等着你。你乐意的话，可以去干，也可以不干。好了，我说鼹鼠，要是今天上午你确实没别的事要做，那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划到下游去逛它一整天呢？鼹鼠乐得直晃脚丫子，他舔着胸脯，舒心地长吁一口气，惬意地躺倒在软绵绵的坐垫上。今天我可要痛痛快快玩它一整天呢，他说道。咱们这就动身吧。那好，等一下，只消一会儿。河鼠说着，他把缆绳穿过码头上的一个环，记住，然后爬进码头上面自家的洞里。不多时，他摇摇晃晃地捧着一只胖大的藤条午餐篮子出来了。来，把它推到你脚下。河鼠把篮子递上船，对鼹鼠说，然后他解开缆绳，拿起双桨。这里面都装些什么呀？鼹鼠好奇地扭动身子。有冷鸡肉。河鼠一口气回答说，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、沙拉、法国面包卷、三明治、罐焖肉、姜汁、啤酒、柠檬汁、苏打水。行啦行啦，河鼠眉飞色舞地喊道，太多了。你真的认为太多了？河鼠一本正经地问。这只是我平日出游常带的东西，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个小气鬼，带的东西刚刚够吃呢。可河鼠的话，鼹鼠半点儿也没听进去，他正深深地沉湎在这种新颖的生活里，
陶醉在波光、涟漪、芳香、水声、阳光之中。他把一只脚爪伸到水里，做着长长的白日梦。而心地善良的河鼠只管稳稳当当地划着桨，不去惊扰它。我说鼹鼠，老伙计，我特别的喜欢你这身衣裳。约莫过了半个钟头，河鼠才开口说话。等哪一天我手头方便时，我也要给自己搞一件黑丝绒吸烟服穿穿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鼹鼠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。抱歉，你大概觉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吧？可这一切对我真是太新鲜了。原来这就是一条河。是这条河，老伙计。河鼠纠正说。那么你真的是生活在这条河边喽？多美呀！是啊，我生活在河边，同河在一起，在河上也在河里。鼹鼠说道。在我看来，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的姑姑姨姨，我的伙伴。它供我吃喝，也供我洗涮，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另外的世界我都不需要。凡是河里没有的都不值得要，凡是河所不了解的都不值得了解。主啊，我们一块儿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时光啊！不管春夏秋冬，它总有趣味，总叫人兴奋。2月里涨潮的时候，我的地窖里灌满了不卫生的汤，黄褐色的河水从我最讲究的卧室的窗前淌过。等落潮以后，一块块泥地露了出来，散发着葡萄干蛋糕的气味。河道里淤满了灯芯草等水草，这时我又可以在大部分河床上随便地溜达，不会弄湿鞋子，可以找到新鲜的食物吃，还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。不过是不是有时也会感到有点无聊呢？鼹鼠壮着胆子问道。光是你跟河一道，没有别的人跟你拉拉家常？没有别的人？这也难怪。河鼠宽宏大量地说。你新来乍到嘛，自然不明白。现如今河上的居民已经拥挤不堪，很多人只好迁走了。河上的光景今非昔比啦，水獭呀、鱼狗啊、松鸡呀等等，整天围着你转，求你干这干那，就像咱自个儿没有自己的事要料理似的。那是什么？鼹鼠扬了扬爪子，指着河那边草地后面黑黝黝的森林说道。那个嘛，哦，那就是野林。河鼠简略地回答。我们河上居民很少去那边。他们，我是说那边的居民，他们不好吗？鼹鼠稍有点不安地问道。河鼠回答。让我想想，松鼠嘛，不坏；兔子嘛，有的还好，不过兔子有好有坏。当然还有獾，它就住在野林的正中央，别处它哪儿也不去住，哪怕你花钱请它，它也不干。河鼠说道，然后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：亲爱的老獾，没有人打搅它，最好别去打搅它。怎么会有人打搅它吗？鼹鼠问道。当然，有的，有另外一些动物。河鼠吞吞吐吐地说。黄鼠狼呀，白鼬啊，狐狸呀，等等，
他们也并不全坏，我和他们处得还不错，遇上时一块玩玩什么的。可他们有时会成群结队闹事儿，这一点不必否认。再说，你没法真正信赖他们，这也是事实。鼹鼠知道，老是谈论将来可能发生的麻烦事，哪怕只提一点儿，都不合乎动物界的礼仪规范，所以他抛开了这个话题。那么，在野林以外远远的地方又是什么呢？他问道。就是那个蓝蓝的、模模糊糊的地方，也许是山，也许不是山，有点像城市里的炊烟，或者像飘动的浮云。在野林外边，就是大世界了。河鼠说，那地方跟你我都不相干，那儿我从没去过，也不打算去。你要是头脑清醒，也绝不要去。以后请别再提它。好了，咱们的回水湾到了，该在这儿吃午饭了。